美国政府设立和启动中国协调办公室，中美关系将面临新的变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断崛起的情况下，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处于不断试探和调整之中。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想通过贸易战打赢中国，最后呢，为美国创纪录的高通胀做出了贡献。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也进一步创下新高。拜登政府现在认识到，面对中国的竞争，不能依赖单个部门和几项政策，而是要整个国家协调行动才有可能。于是呢，就有了在美国政府内设立中国协调办公室的决策。该来的总会来。华盛顿宣布已经在12月中旬成立了中国协调办公室，以确保更灵活、更一致的政策，并呼吁要加强军工链供应，以应对北京所代表的不法挑战。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表示，美国需要与中国接触，同时呢要进行竞争，还需要在可能的情况下就全球问题进行合作。美国明明要协调整个国家的资源与中国竞争，但是嘴上说呢是为了更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并实施对中国的战略。用沙利文的话说，这个工作室有2项重要目标，一是切断中国军队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实际上就是要压制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制造业；二是要加强美国的军工供应链，比如避免再出现像 F-35战斗机使用中国磁铁和零部件的情况。沙利文还强调，拜登政府已努力扭转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避免激化与欧洲的争端，以便更好地应对中国的竞争挑战。在过去的1年里，拜登接待了非洲、美洲、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国的领导人。此外呢，还出席了7国集团和20国集团峰会，并致力于扩大和支持北约。美国的外交开始全力向中美竞争聚焦，正在实施美国利用盟友的力量与中国竞争的大战略。作为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打击措施，美国又将21家中国企业列入了贸易黑名单。以后这项工作也将由这个中国协调办公室来统筹。这个所谓的中国协调办公室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如何平衡由于对华竞争而损坏美国盟友的问题。欧洲指责华盛顿在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中不公平地偏袒美国公司，但是美国正在让欧洲相信这个法案是机遇。拜登甚至对马克龙说，美国制造优先的法律可以解决，因为美国与法国都关注中国。美国在亚洲和非洲都缺少经济战略，似乎没办法与中国展开竞争，因为大多数国家需要的是发展经济、满足就业、提升机会，不希望将中美竞争定义为重大军事对抗。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这个所谓的中国协调办公室的努力来降低美国的退势，或者尽可能地利用美国盟友的力量。拜登政府的中国协调办公室取代了中国事务部，后者原本是美国国务院中最大的单个国家部门。新的机构使所有涉及中国事务的美国国务院高官建立起了直接联系。那么，美国启动中国协调办公室将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哪些变化呢？首先，美国的对华政策将表现得更有整体性。除了中美关系之外，在涉及对台关系、对香港问题的处理等，都将会有进一步的协调。第二，美国在涉及对华高科技竞争和军工产业供应链方面还会下狠手。白宫阻止中国获得高端芯片制造业的措施还会加强，从而使事实上的脱钩成为可能。美国也将尽可能的在军工产业链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第三，美国将在需要中国配合的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应对能源危机、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第四，美国可能会制定出新的外交政策，关注过去所忽视的美洲、非洲等地区，协调盟友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总体而言，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实力第一的国家，打压中国这个经济第2大国是不会停手的。关键要看美国的中国协调办公室到底怎么出牌。比如，美国重建芯片领导地位会不会适得其反？
重建军工产业链似乎也很重要，会不会让美军的武器更加昂贵？美国想联合盟友对抗中国，是不是一厢情愿？对于中国而言，关键还是要看美国会不会继续在台湾问题上玩火。中美竞争很有可能变成对抗，就算有操作空间，但是也得有红线。而关于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如果不听，一意孤行，那就后果自负。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